我是瓜皮儿，《明日传奇》第3季前情提要：逆闪与传教队展开了命运之矛的争夺战，最后逆闪战败，传教队虽然胜利，但对时间线造成了重创。米克仍然惦记着去阿鲁巴度假，但是一回头，身后出现一只霸王龙。等他冲过来时，被一道传送门送走。传奇身后又出现一道传送门，里面走出来的人是瑞普，他创造了代替时间之主的组织。这段时间他事业有成，也因此不再需要传教队，他亲手解散了传教队。半年后的星城，萨拉对现状十分不满，而他死过2次的经历也都写在了简历里。他手刃了站在他面前的经历，但其实这都是幻想。雷对于缩小有机物又有了新的发现，可现在并不流行这些，而是那种可以左滑右滑的社交 app。另一边的钢铁直男正在打击罪犯，当他拎起最后一个人的时候，一道黄色闪电将他们捆在一起，然后俩人约了顿酒。他们来到公园和 app 里的姑娘约会。米克如愿来到阿鲁巴度假，有人挡住了他的阳光，他一抬头，面前竟然是曾经征服世界的凯撒。他以为这是女神的恶作剧，尽管如此，他也要征服这里。萨拉搬着货物来到仓库，他接起电话，米克告诉他好像碰到了什么时代错误，萨拉让他等着队友过来。经理让他出去干活，萨拉一把刀扔了过去。二人坐着火车来到中城，他和阿玛雅已经分手，接着把米克的事情讲了出来，他们可以借此被时间调查局召回。海伍德说自己是中城第2个受欢迎的超级英雄，雷说自己是硅谷最受欢迎的废物。3人沉默了下，决定出发。他们溜进时间调查局，萨拉用借来的徽章进入电梯。他们走出电梯后，受到了特别的欢迎仪式，雷还倔强的不肯伏地，结果被按到地上。瑞普出来解除误会，告诉他们下次来提前联系我就行。萨拉说米克发现时代错误，但调查局的人并没有检测到。瑞普把工作人员支开，带着伙伴们逛了起来。如果没有传奇电乱，就没有这些人的饭碗。前方出现了亚瑟王，瑞普上去就给了他一枪，他就这么傻呵呵的被带走。萨拉提出要回城波号，等他们来到仓库后，被告知他已经有了新的用途。他们走进飞船，来到指挥室。这里被改造成了模拟室，他们重复着传奇曾在太空的经历。代理船长说，用飞船做掩体是傻子干的，随后用激光摧毁了陨石。他们的老师走进来，说明天还有阻止原子鱼雷在纽约爆炸的课程。凯撒想用金子换自己的命，金子散落一地，二人干了起来。他们追踪到有个人欠着房费，甚至还得过所有严重的性病。凯撒把米克踢翻，逃出了小黑屋，还遇到了个精神小伙。黑衣人出现，米克为了报仇扑倒他们，又把精神小伙扑倒。他们带着3人返回。凯撒说，我爹是律师，他会告诉你们。结果被一枪晃傻。他告诉萨拉，传教队解决问题的方式就像用电锯做脑部手术一样。他们心灰意冷的离去，走之前盖瑞拿了张停车券给他们。米克从贩卖机里搞出了被吞的金币，海伍德一眼就认出来这是真货，所以米克没有说谎。米克大摇大摆地走进去，教练说这是计划的一部分，我们正在被海盗劫持。接着被米克干趴，学员们溜之大吉。雷把基利恩重启，萨拉启动飞船，但有点熄火。瑞普走到飞船面前，飞船迎面而来，给他吓得不敢说话。虽然走出大楼，但基利恩因年久失修，只能穿越到未来的3分钟。阿鲁巴去不成，但还可以去中城。虽然不是每周1次的合体时间，杰弗逊来是为了告诉他自己放弃了硕士学位，所有的学习内容都没有实践具有意义。莉莉挺着大肚子，二人打了声招呼后，他又回去做饭。乘波号出现在上空，杰弗逊异常兴奋。阿玛雅是因为有任务才回到1942年，不像这里的人都是因为没啥事可做。他们为了保住乘波号，这次一定要证明自己。众人穿着比基尼来到沙滩，抬眼就看到了不远处的凯撒。他由于穿越的缘故会了英语，还怂恿着年轻人们起义。他们知道不能大动干戈。雷拿出手机打开 app， 让基迪恩提供一些个人信息。米克看了表示感兴趣。凯撒正准备带大伙出发，年轻小伙们的手机接收到消息，萨拉亮了个相，3拳2脚给他干懵。米克扛着他返回飞船，他们正准备把凯撒带回消失的时代。瑞普与他们建立连接，如果能把飞船和凯撒都交给调查局，就可以既往不咎。萨拉开始犹豫，他来到凯撒面前和他谈了谈心，毕竟是统治过已知大陆的男人。他希望萨拉能和他一起征服世界，但萨拉已经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。飞船来到古罗马上空，也就是凯撒消失的时间线。海伍德给他讲述了被伙伴背叛的事情，萨拉删除了他的记忆，历史书上也恢复了正常的内容。海伍德和他照了张相，二人返回飞船，他返回营地，顺便把书也给顺走。正当他们以为完成任务的时候，基丁恩说：“你们的国家没了。”海伍德冷静地分析出自己的书被他给偷了。凯撒回到营地，改变了他今晚的计划。他们不能联系瑞普，因为调查局会把这件事当作笑柄。但调查局的人已经步入了乘波号，
他们在飞船里部署，三人走过传送门，来到帐内，顺利拿到书。Sara 知道这是用来抓小偷的陷阱，他们准备撤离。夏普被捕，传送门手环被毁。调查局的人没有经历过突发事故，所以只能交给传教队。火风暴以神之名出现，攻击着地面士兵。历史书在缓缓移动，士兵拿起书，结果挨了一拳。海伍德为他打掩护，这里变成了战场。夏普以 Sara 惯用的格斗方式进行反击，两人还打了个配合。米克一拳给凯撒敲晕，他们返回飞船，事件得到处理。瑞普走之前交代他们少闯点祸。米克掏出了传送手环，又掏出个通讯装置，又拿出个记忆玩意儿。他的所作所为都在为队伍着想。Sara 欣慰地看着他离去。夏普认为不应该放纵他们。瑞普说：“传奇是我们即将面临大敌时的王牌，我们迟早会需要他们。”斯泰因决定留下，他会在孙子出生时回家。现在要做的就是陪伴飞船上的家人。1942年的赞比西，一群年轻的雇佣兵来强抢民女。阿玛雅作为守护神，一次性召唤出了各种野兽。半年前，阿玛雅正在为海伍德准备生日惊喜，他要亲手制作甜甜圈，但是楼下2块钱就能买到。海伍德说他可以发明甜甜圈其他的用途，亲热的时候把食材打翻。他下楼买甜甜圈后，阿玛雅转脸看到了电视里关于雌狐的新闻。海伍德再一回来，发现只剩几条胖子。俩科学家把他从回忆里拽回。雷破解了时间调查局的技术，他们可以定位时代错误。此外，雷还发明了一个可以把物体变大变小的手套，他把第1季的信物缩小，24小时就会恢复，当然也可以把物体变大。指挥室里，他们翻出了自己创造的时代错误。按米克的话讲，那就是让时间长了许多粉刺。时间错误被分为1到10级，他们选择先解决泰坦尼克号，但是斯泰因有阴影，保险起见选择了一个1级任务。接下来就是讲述传奇是如何把1级任务努力提升到10级。米克不知为何就是害怕小丑，他们分头行动。马戏团团长宣布，接下来的节目将会出现1万年前就已经灭绝的野兽。三人来到后台四处寻找，雷通过粪便分析出这是肉食的猫科动物，但没想到是剑齿虎，而他又对猫科过敏。海伍德打开牢笼，因为对于生命体缩小射线需要调试，但剑齿虎可不想等，雷一枪把它给变大，结果闯出了牢笼。时间错误提升到4级。Sara一想，只有1个人能和野兽交流，逃生舱降落在阿玛雅这里，但阿玛雅因为自己的原因不能帮到他。Sara 正准备离去，阿玛雅又突然回心转意。阿玛雅回来，所有人表示欢迎，只有海伍德心情比较低落，他喝着闷酒，只是因为当初他的不辞而别。Sara 带上缩小光线，遇到了剑齿虎，用能力会将他激怒，所以2人分头行动。Sara 一枪把他变成了小猫咪。一位女士被撞，海伍德上去把他给叫回来，刚好可以拿这个人撒撒气。团长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，海伍德喝多了，开始说胡话，把杰弗逊和雷的能力也给抖了出来。2人走在路上，被一个莽夫锤晕，海伍德被唤醒。他们询问那哥俩的下落，可他现在只想吐，吐完了啥都想不起来了。团长说让他俩先表演一个，但他们现在只是普通人。团长有了个大胆的想法，他们在这里找不到哥俩。Sara 发现了一个跟踪他们的人，海伍德一直给他吓跑。Sara 断他后路，将他干翻，原来是那个给他们停车票的盖瑞。两人聊着关于不辞而别的事情，海伍德随便一瞅，发现了2位阴阳人。米克吃着自制小汉堡，小剑齿虎有点嘴馋，他打开门准备投食，却弄巧成拙将他放跑。盖瑞被派来监视他们，因为他们把1级任务提升到了6级，变成6级大概是因为这俩人。海伍德想变身将他们救出，可是因为酒喝的太多使不上劲儿，他们只能指望阿玛雅，但马戏团的人把他们给麻烦过去。夏普告诉盖瑞，现在事态已经上升到8级，我让你监视他们，不是让你加入他们。盖瑞说传奇哪都好。夏普说如果你被绑架了就眨了眨眼睛。盖瑞说我很好。夏普登船。Sara 让斯泰因和米克去救人，自己留下来对付他。他过去5年都在学习 Sara， 他亮出武器， Sara 也毫不示弱，2人打在一起。 Sara 甚至还有点吃亏。马戏团开始表演，开始前还说胆小者最好回避，随后请来了憨皮2人组，他们趔趄着走向前，顺利的把表演搞砸。米克跑掉，斯泰因看到小丑急中生智，团长为了让马戏团活下去，逼着这个钢铁之躯显神通。此时2人仍在打个不停，他们用相同的招式将对方击倒，于是决定休息一下。剑齿虎猫了过来，2人还没他当回事，然后这玩意儿突然变大，朝着夏普就追了过去。Sara 给他带到禁闭室，2人争吵之余，基因提示错误，等级已经提升到9级。夏普一气之下，差点把当时和瑞普的对话说出口。团长对他开枪，虽然伤不到海伍德，但阿玛雅已经成功被激怒，他激活了熊的能量，一巴掌把裸男打飞。
斯泰因扮小丑的身份暴露，被其他小丑包围住。米克鼓起勇气来帮他解围。他站在跳板上，米克一锤给他干飞，飞到杰弗逊身边后，二人合体。观众们兴奋地鼓着掌。阿玛亚气势汹汹地追了出来，火风暴想阻止，但是被全垒打。海伍德晓之以情，动之以理地说着话。阿玛亚的兽性消失，两人抱在了一起。团长突然站了出来，告诉大家这是我们的压轴戏。观众们给予掌声鼓励。飞船离开这里，雷把剑之虎变小，时代错误也被彻底修正。萨瑞想跟他 talk 一下，二人来到书房。当时瑞普所说的到底是什么？夏普并不打算让他知道。阿玛亚告诉大伙儿，他的超能力在慢慢失控。当那些雇佣兵准备逃跑时，他追了上去，还把他们一个个撕碎。他不想在村子失控，所以需要换个地方思考。而就算危险，他也是传奇的一员。萨瑞把瑞普有所隐瞒的这件事说了出来。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他们忍不住笑出了声。另外一边，一位身穿黑色风衣的女人来到湖边，她念起咒语，湖水里呈现出一个人形。她走到岸边，变成了一个没穿衣服的女人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